我们不要认为现在按照以前的说法，好像说日本什么都是为美国马首是瞻。上海某大学教授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误杀，这让他一夜之间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更有人说，这样的人不如直接投到河里喂算了。这位教授作为一个中国人，而且还是一名教育工作者，公然发表大量不当言论，歪曲历史事实，实在是让人难以容忍。就让小编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背后的故事吧。这位教授认为，南京大屠杀不过是误杀而已，日本人没有错，也跟日本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，美国并没有针对中国，而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完全是一厢情愿。这样的言论一经发表，就引起了国人的愤怒。而面对国人的声讨和指责时，他不但没有收敛，或者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，反而好像是受到了鼓舞一般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。那么他发表如此天理难容的言论，是为了博人眼球，还是另有目的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在1937年，日本在南京发动了南京大屠杀，将近30万人自此失去了生命。30万鲜活的生命，在短短的几周内无一幸免。面对如此铁证如山的事情，他不但不为此感到痛心，这位高校教授冯伟竟然认为这只是一场巧合。在他的言论中，我们总结了一个可笑至极的观点，那就是日本人发动南京大屠杀是被逼无奈的，为了让自己的虚假言论看起来更像一回事。冯伟甚至还找来了很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。冯伟在他的言论了表示，日本人之所以发起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原因在于，在被屠杀的这些人中混入了国军战士，对日本军队造成了很大威胁，甚至一度引起了惶恐。因此日本无奈，只能对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平民百姓发起无差别攻击，甚至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愿意放过。这样一番颠倒黑白、不知羞耻的言论，让无数国人感到恶心，就连小编觉得这样的没有资格教书育人。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而有人问了，我们的历史资料中是否真的有如此不堪的记载？那绝对是没有的。冯伟的那些所谓的历史资料，全部都是在日本人的历史书籍中找到的，根本就没有一篇是来自中国的史料记载。就连当年见证过大屠杀的外国人的史料记载中，也根本不存在和冯伟一样的观点。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心安理得的把这些美化日本、扭曲事实的资料拿上台面的。在南京大屠杀期间，日本人做出的丧心病狂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。我们都知道人体70%的组成部分是水，那有谁知道这个结论是如何证明出来的吗？就是日本人拿中国人做人体实验的出来的，还是拿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？现如今日本的医学之所以如此发达，这里面流淌着数不清的先辈的血液，就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例数不胜数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可以上网查阅一下，有大量的录像和照片都是铁证。直到今天，这段历史依旧是无数国人心中的痛，也不知道是谁给了他胡言乱语的勇气。他还说，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完全就是多此一举。事实是，美军在朝鲜战争刚开始时就多次骚扰入侵我国的东北边境，并且还派遣大量的轰炸机轰炸当地的村庄，使得我国边境人民民不聊生。在朝鲜的多次求助下，也是为了捍卫中国领土的主权，我国才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。总不能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，我们还继续忍气吞声吧？虽然我们的装备和补给都和美国有了很大的差距，但是我国人民爆发出来的斗志和誓不罢休的气势让美国大为震惊。经过两国人民的共同浴血奋战，美国被打得节节败退，最终不得不在板门签下停战协议。经此一战，我们不但帮助了邻居，也很好的维护了国家主权，更是在国际上打出了名声，也在国际上树立了大国强国的形象。虽然当时的中国刚刚诞生，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，但是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，绝不是能让别人随意欺负的。可是我们说再多，也不论有多少证据摆在这位教授面前，都无济于事。毕竟在他口中，
中国才是战争的始作俑者。小编想忍不住问一句：中国不主动保卫国家领土主权，难道还要敞开大门亲手送给别人吗？要是没有先辈们的誓死拼搏，伟大的冯教授还能站在讲台上大放厥词吗？相信大家看到这也是气愤至极。那这位人模狗样的知名教授究竟是什么来头？是被人蒙蔽还是有意为之呢？在他被聘请到复旦大学任教之间，冯伟就一直生活在日本。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的时候，他还拜了日本人为师，还在日本取得了历史博士学位。之后他又在日本神奈川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，2000年又跑到韩国的高丽大学从事教学研究，估计是对日本有着别样的深厚感情。没过几年，他又屁颠的回到了日本，之后就在我国的复旦大学从事教学工作，还是历史系的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他在我国知名学府里教学，靠着国家的供养，不但没有尽到教书育人的本职责，还发表如此不知羞耻的言论，简直就是在吃里扒外。我们也不是不知道，历史在二战中战败后就一直扭曲事实，从来都不愿意直面自己过去的错误行为，甚至一度企图篡改这段历史。而冯伟既然能在日本多次参与教学工作，显然也是顺应了日本，掩盖了日本侵华的这段历史。对于这段历史，他更认同的是日本的解释，不然又怎么可能在日本学府里担任教授呢？而这样一个轻易可以背叛祖国民族大义的人，能被复旦大学聘请，还让他做了教授。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在复旦大学任职期间，校方也没有对他的不正当言论做出任何处罚。很多人都表示难以理解，但是我国没有相关的法律可以处理他。但是这样的宵小之辈，又怎么可能放任他到处造谣呢？大家一人一口唾沫就足以淹死他。他不但公开否认日本侵华的事实，还在钓鱼岛事件中也有过迷惑发言。冯伟表示，我们的行为不是在保护钓鱼岛，也不是在维护国家主权，而是在从日本人手里强取豪夺，这片领域的实际控制权在日本人手里。那么这片领域本就该是日本人的，钓鱼岛压根就不是我们国家的。他能说出这样的话，跟汉奸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是个中国人都知道，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我们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在1972年被美国送给了日本管理，而我国此后就一直在争取琉璃群岛的主权。他不为祖国的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也就算了，反而发布大量的言论来抹黑中国，真的是天理难容。而他之所以会这样，主要是他本人非常的狂妄自大，仅凭自己是著名大学的教授，被名利带来的光环蒙蔽了双眼，忘了自己姓什么，就敢公认在课堂上歪曲事实，影响也是十分恶劣的。自己三观不正也就算了，还企图扭曲更多中国人的三观，简直就是十恶不赦，是在给教师这一行业抹黑。也不知道是日本是给了他什么好处，还是说他非要抱着日本的大腿不放。随着冯伟的哗众取宠，越来越多的不当被网友曝光。他还说过，美国才是世界规则的创造者，而中国就是世界秩序的破坏者。看来这位冯大教授是彻底被猪油蒙了心，想让他迷途知返是不可能了。现如今的冯伟已经被革职，而他这辈子都没有机会重新站到讲台上了。历史事实就是事实，也不是什么人随便发表一些颠倒黑白的言论就可以改变的。尊重和铭记历史，是为了更好的鞭策我们。也希望冯伟能早日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。如果大家喜欢小编的分享，就给小编留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